大家好，我叫邱卫健。今天我来介绍一下新草王莽，所谓的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的改革家。Hi everyone, my name is Jason, and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Wang Mang, possibly China's first socialist revolutionist. Due to the short amount of time I have, I'll be speaking Chinese throughout the presentation and have English subtitles on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我将会谈我为什么对王莽感兴趣，当时的历史背景、王莽改制的内容、改制失败的原因、历史评价以及我自己的观点。首先，最近在学习中国历史当中，概略提到了新朝王莽。更具体来说，在课本里面唯一提及王莽和他的政策的一个句子是：从公元9年起，西汉经历了一系列政变。后来老师提到这一系列政变其实是指夹在东西汉之间的新朝，也就是新朝王莽或者新莽。现今有人说王莽是一个穿越到古代的80后，因为他做皇帝推行的政策跟现代中国的政策很类似，比如土地国有制和军产制。其次，西汉末年的时候，因为外戚和宦官的强烈斗争，人民的生活动荡不安，而且民不聊生。王莽在此混乱的时期出生，虽然出身外戚贵族，但是并非狂妄自大，反而为人谦恭。因为西汉末年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所以王莽就在公元8年12月趁势利用外戚势力来代汉建新，随后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改制又称脱谷改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进行改革。之所以也称作脱谷改制，是因为古代记载的概念大大贯穿王莽改制的内容，其中周礼是最有影响力的制度之一。就社会改革而言，最重要的政策是经济方面实行的政策。第一，之前王莽观察到农民由于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失去了很多的土地，也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买卖。因此，王莽根据西周的井田制实行王田私属制，也就是废除了土地私有制，而实行土地国有制。此政策不仅将奴隶改名为私属，而将天下田改名为王田，下下令皆不得买卖，而且以家庭人口来分配土地。比如果一个家庭有至多8个男性，他们就可以收到一井田。第二，王莽再次根据周礼等顶级的制度实行五军制，以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具体来说，王莽在长安及全国5大城市合称五军司事司，设立五军官，负责按照工商业的经营征收税款及管理物价。接着，王莽改制最终失败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所形成的。一方面，王莽过于动欲慕古，不切实际。虽然有人说周礼等典籍里的制度是最为理想的，但理想的制度也需要理想的前提才能够有显著效果。这些仿古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然而是因为王莽不顾大局，盲目的满足自己的梦想，从而损害了全国百姓的利益。另一方面，王莽许多新政与强大势力争利。就王权私属制而言，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了600年了。也就是说，许多豪强大地主早已打下了基础。因此，王莽在未稳定、紧张阶层矛盾的局面中，想要废除土地私有制，如与虎谋皮一样。
不久之后，土地国有制就在豪强大地主们的打压下废止了，而此压力使得阶层矛盾更为强烈。五军制也和王田私塾制受到同样的打压。最后，因为人看待事物的面向不同，王莽在历史上受到了许多争议。最为明显的分歧是古人和今人之间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对古人而言，王莽是篡位的巨奸。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古人以正统的概念来评价皇帝。在这个意义上，既然王莽跟上代西汉的刘氏家族完全无血缘，那王莽就是一个篡位的奸臣。与此相比，对今人来说，王莽则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统治者。再加上历史评价家由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王冕土地国有王田制、军产武官制和废奴私塾制，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然而，要称作一个社会改革家，不仅需要进行社会改革，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推行社会改革。没有这个概念的话，连资本主义的改革家也可以叫做社会改革家。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莽不应该称作一个社会改革家，因为他推行新政的时候，不是想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是想要恢复古代的样子。这个概念明显表现在王莽的政策上，因为他一直在追求而仿照周礼和儒家经典等古书里的政府。总而言之，王莽并不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反而是一个食古不化、竭力复古的梦想家。谢谢大家的聆听。